先问大伙一句，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那种专门做凶宅测评的博主？镜头对着空荡荡的屋子，博主语气平淡：某某小区3室1厅，上任房主意外离世，直降120万，介意的划走。胆大的私信，看房底下评论总吵成一团。有人说晦气，白给都不住，也有人说穷比鬼可怕多了。100万差价够少奋斗10年，有啥不敢住？可以前我也觉得，不就是死过人的房子吗？人死如灯灭，哪有那么多讲究？直到我听大刘讲完他那套房子的事儿，我才明白，真正让房子变成凶宅的，从来不是死在里面的人，是藏在墙缝里活着的恶意。那玩意儿比鬼毒多了。今天的主角还是大刘，河北石家庄人，吃15岁，在一家物流公司当调度，媳妇儿叫小敏，结婚5年，前年怀上了，眼瞅着肚子一天天大起来，总不能让孩子生在出租屋里吧。大刘咬咬牙，决定买房。那2年石家庄房价刚回落，可主城区像样点的2居室总价也得给100万。大刘自己攒了40多万，两边老人凑了点，满打满算60万首付，跟着中介跑了2个多月，鞋都磨破2双，越看心越凉。老破小没电梯，6楼，小敏怀着孕，总不能天天爬楼梯。带电梯的次新房，要么临街，晚上过货车震得窗户嗡嗡响，要么户型歪歪扭扭，客厅连个窗户都没有。有一回看上一套南北通透的，一问价首付得70万，差10万怎么凑都凑不上。那段时间大刘天天愁得睡不着，半夜躺床上刷房产 APP， 刷着刷着就叹气。小敏看他难受，说实在不行就再等等，晚2年买也行。大刘没吭声，他知道女人怀孕生孩子得有个安稳窝，总不能带着刚出生的孩子搬来搬去。事情的转机是一个深夜刷到的短视频。那天他熬到12点多，手滑点进一个本地房产号，标题写得扎眼，凶宅急售，裕华区祥瑞家园直降150万。简陋的来，视频里是个圆脸胖中介，站在客厅中间，举着自拍杆，语气跟唠家常似的。家人们，90干平2室2厅，南北通透，精装修拎包住，上任房主是74的老太太，去年冬天心梗走的，在家发现的时候已经车天了，姑娘嫁上海了，急着处理房产，全款210万，贷款首付60科万就能拿下，同小区同户型都挂破百60万，这套相当于6折，咱明人不做暗示，啥情况都跟你说清楚。介意的别来，胆大的私信我，明天就能看房。第2天上午，大刘就联系了那个中介，中介10出头，圆脸笑起来，眼睛眯成一条缝，见面就握着大刘的手晃：哥，你真有眼光，这套房挂1个多月了，看的人不老少，真敢坐下来谈价的。你是头一个，实话跟你说，这房子除了那点事儿，啥毛病没有，买着就是赚。小区叫祥瑞家园，0得年的楼盘，院里绿化做得不错，梧桐树长得遮天蔽日，楼间距也宽，看着规规矩矩的，完全不像那种出了名的邪乎小区。房子在9楼90卡户，1梯2户，楼道里干干净净的，连小广告都没几张。旁中介拿钥匙开了门，一股淡淡的消毒水混着空气清新剂的味儿飘出来。大刘2口子站在玄关往里瞅，第一印象就是干净，不是临时打扫的那种表面干净，是房子本身收拾的就利索。浅灰色的地砖擦得发亮，米白色的墙面几乎没什么污渍，电视墙做了整面收纳柜，柜门严丝合缝，暖黄色的吸顶灯一开，屋里暖洋洋的，看着特别温馨。2间卧室都朝南，主卧带个大飘窗，铺着米白色的绒垫，窗边摆着个小小的玻璃花瓶。厨房橱柜是淡绿色的，台面擦得一尘不染，连油污都没有，这装修少说也得花10几万。小敏小声跟大刘嘀咕，眼神里明显动心了。旁中介多精明的人啊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他主动走到主卧门口，没往里进，就站在门槛边上说：哥，嫂子，我也不瞒你们，老太太就是在这间主卧走的，躺在床上走的。后事办完之后，
家属把老人的遗物、旧床、旧床垫全清走了。现在这床是我们临时摆的简易款，你们要是定了，回头全给你们换新的，墙也重新刷过一遍，绝对干净。大刘点点头没说话，迈步走进了主卧。他在屋里转了一圈，伸手摸了摸墙面，又拉开飘窗的窗户看了看视野，往下能看见小区的中心花园，树影婆娑的，采光特别好。就在他准备关上窗户的时候，视线扫到了玻璃右下角，那里有一块指甲盖大小的黑印子，圆圆的，中心颜色最深，往四周慢慢变淡，像被什么东西长期烤着熏出来的痕迹。印子嵌在玻璃内层，不是表面的污渍，用手擦根本擦不掉。庞中介，这玻璃上的印子咋回事？大刘指了指庞中介，凑过来瞅了一眼，随口就说：嗨，老太太以前信佛，总在飘窗上点个酥油灯、香薰啥的，老年人嘛，都有点信仰。正常。大刘哦了一声，没再追问，可心里头隐隐觉得不对，蜡烛熏出来的是一片，哪有这么圆这么集中的一个点，像拿个小灯对着一个地方烤了好几年似的。但他没往深处想，毕竟价格摆在那儿。从屋里出来，俩人在小区里转了一圈，下棋的老头带孩子遛弯的妈妈，打扫卫生的保洁，看着都是普普通通的住户，安安稳稳的，没什么邪乎劲儿。大刘还特意绕到保安室，跟看门的大爷唠了2根烟的功夫。大爷说小区入住率80%多，平时挺太平，没啥乱七八糟的事儿。他又去了小区门口另一家中介门店，假装看别的房子，旁敲侧击提了一句90口。那中介一听90壳，脸上的笑立马淡了，说他们店不代理这套房，是公司规定。大刘追问是不是因为凶宅，对方笑了笑，没接话，意思很明显。回家的路上，小敏还是犹豫。房子是真好，可想到那间屋，我心里就发毛。那简单啊，大刘说，咱不住主卧，把主卧改成儿童房，以后孩子小啥也不懂，咱俩住次卧，儿童提前收拾出来放味儿，等孩子大了再住。小敏白了他一眼，可没再反驳。大刘知道他这是默许了。接下来1个礼拜，大刘又跑了口汤，第2趟带了个搞装修的发小，让帮忙把关，看看房子有没有硬伤。发小里里外外查了一遍，说主体结构没问题，水电走线也规矩，就是主卧飘窗下面的墙敲着，声音比别处发闷，像有点空。不是裂缝，裂缝敲着发脆，这个是闷声，估计是当初做保温层的时候没填实，没啥大事。大刘放了半颗心，地炕他自己去的，没叫中介，就想蹲守碰碰邻居，问问老太太的真实情况。在9楼楼道站了没10分钟，902的门开了，出来个60来岁的大姐，拎着垃圾袋，看样子是要下楼扔垃圾。大刘赶紧迎上去递了根烟，说自己想买90根，想问问楼里住着咋样，以前那户人家是什么情况。大姐上下打量他一圈，叹了口气，把他拉到楼梯间，压低声音说，小伙子，我跟你说句实在话，这房子价格是便宜，但你要是家里有孕妇，我劝你再斟酌斟酌。大姐这话咋说？大刘追问。以前那老太太姓王，74人，本来挺好的，退休前是小学老师，知书达理的，还总给我们送她自己腌的糖蒜萝卜干。可大概从2年前开始，人就不对了。大姐往两边瞅了瞅，声音压得更低。她总说屋里有人盯着她，说墙里面有眼睛，晚上有人在她耳朵边上说话骂她。她姑娘带她去省2院查了，说是老年痴呆，前期还有被害妄想症，开了药她不肯吃，说药里有毒，是别人害她。有一回后半夜2点多，我听见她在屋里哭，撕心裂肺地喊，我再也不举报了，你放过我。我吓得够呛，拍她家门也不开，给她姑娘打电话，姑娘连夜从外地赶回来，开门一看，老太太缩在飘窗角上，抱着个被子，眼睛直勾勾地说，有人站在床边骂她，可屋里啥人都没有。后来越来越严重，白天都不敢拉窗帘，家里所有灯全开着，电费1个月顶别人逮个月，物业上门修东西，她隔着门喊，
你们都是一伙的，我都录下来了。邻里的人都摇头，说老太太糊涂了。去年冬天就这么没了，邻居发现的时候都硬了，就倒在飘窗边上，手里还攥着个手机，估计是想打电话没来得及。大姐说完，拍了拍大刘的胳膊：“小伙子，我就是随口一说，你自己掂量。要是图便宜，也不是不能住，就是老太太挺可怜的，到死都没人信她。”大刘站在楼梯间半天没回过神儿。按说听了这些，一般人早就打退堂鼓了，可他那时候满脑子都是首付差价，孩子的学区，自己给自己做思想工作，不就是老年痴呆吗？老人病了，胡言乱语太正常了，房子本身没问题就行，真要是邪乎，家属也不敢这么便宜卖。说白了，还是贪那点便宜。普通人过日子，一分钱难倒英雄汉，150万的诱惑，没几个人能扛得住。他谢过大姐，下楼就给庞中介打了电话，约着谈价，最后成交价200多万。大刘把全部积蓄砸进去当首付，贷了140多万，月供7库200，手续办得特别顺。过户那天，庞中介还开玩笑说：“哥，你胆儿是真大，以后我这边再有这种房子，第一个告诉你。”大刘笑着骂了他一句，心里头其实挺高兴，觉得自己捡了个大漏。交房之后，俩人没急着搬。小敏听老家老人说，这种有人过世的房子得先净宅，旧东西全清走，重新刷遍墙，开窗户，通通风，才算换了新气象。大刘也觉得有理，雇人把屋里的旧家具、临时床全清走了，全屋重新刷了米白色的乳胶漆，开关、插座、门锁全换了新的。主卧飘窗那面墙，他特意让工人加了层隔音棉，把之前敲着发空的地方也填实了。折腾了小1个月，再开门进去，亮堂堂香喷喷的，一点旧房子的影子都没了，谁进来都得夸一句：这房子装得真温馨。搬进去那天，小敏摸着怀孕6个月的肚子，笑着说：“总算有自己的家了。”大刘看着他，心里头软乎乎的，觉得之前所有的纠结犹豫都值了。搬进去头1个月，啥事儿没有，小区安静，买菜方便，楼下就是社区医院，邻居也和善。大刘每天下班回家，摸着小敏的肚子跟孩子说话，日子过得踏踏实实的。可日子一长，一些细碎的、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对劲儿，像水里的浮冰似的慢慢冒了出来。头一样不对劲儿的是温度，主卧和次卧都朝南，采光时间差不多，可只要一脚踏进主卧，立马就能感觉到一股阴丝丝的凉，不是空调吹的那种冷，是从墙里、从玻璃上透出来的凉，粘在皮肤上，鸡皮疙瘩都起来。大刘拿温度计测过，就差0点度，差别特别小，说出去都像小题大做。他以为是飘窗漏风，又打了一圈密封胶，没用，那股阴凉劲儿还是在。尤其是站在飘窗跟前往外看的时候，后脖子总发紧，像有个人站在身后，对着你脖子根吹气。他没跟小敏说，怕她怀着孕瞎想，只说主卧通风好，凉快。第二样不对劲的是声响，不是哐哐的大动静，是细碎的若有若无的声响。尤其是后半夜万籁俱寂的时候，总能听见主卧方向传来轻微的滋滋声，像电流穿过电线的杂音，又像小虫子在墙里爬。你醒着竖起耳朵仔细听，它就没了。你刚迷迷糊糊要睡着，那声响又冒出来，贴在耳朵边上似的，烦得人睡不着。一开始大刘以为是老房子电路老化，接触不良，他找电工来查过，全屋线路都测了一遍，啥事儿没有，负荷正常，也没有漏电的地方。电工临走的时候说了句：“哥，你要是总听见滋滋声，说不定是水管共振，或者楼上楼下的电器声。老房子隔音差，正常。”大刘也只能这么安慰自己。地西样就是一股子焦糊味，不是烧菜糊了的味儿，也不是烧纸的味儿，是一种很淡的塑料，被小火慢慢烤焦的味儿，混着点烫墙皮的气息。这味儿只有主卧有，还不是天天有。有时候2、3天闻不见一次，有时候1天冒出来2、3回，每次持续10多分钟，又悄无声息地散了。大刘把主卧的插座、空调、灯座全拆下来查过，没有烧糊的痕迹，电线、绝缘皮都好好的。窗帘洗了，飘窗垫晒了，
连收纳柜里的东西都全掏出来闻了一遍，啥问题没有。他问小敏闻见没？小敏皱着鼻子吸半天，说没有啊，就新刷的墙皮味儿。大刘只当自己天天熬夜盯调度，熬的嗅觉出问题了。直到有一回他擦飘窗台面的时候，那股味儿突然浓了起来，呛得他直咳嗽，眼泪都出来了。他赶紧开窗通风，风一吹，味儿又散了，快得像从来没存在过。那时候他才确定不是幻觉，这屋子里真有什么东西在发热，在烤着塑料和墙皮。真正把那层窗户纸捅破的是小敏回娘家那天晚上。那天周五，小敏妈打电话说炖了排骨，让小敏回去住2天。大刘周末要值班，就没跟着去。周五晚上他加班到12点多，对着电脑调度货车路线，眼睛都花了。客厅的灯关了，就书房亮着。他起身去客厅接水，路过主卧的时候，忽然听见里面传来一声轻微的咔嗒，像什么开关被按了一下的声音。大刘当场就站住了。主卧空着，里面除了几个整理箱，啥电器都没有，连插座都空着，怎么会有开关声？他站在门口，手搭在门把手上，心里突突跳。黑暗里那股熟悉的焦糊味儿正一点点从门缝里渗出来。犹豫了半分钟，他咬咬牙拧开了门把手，举起手机手电筒往里照，光柱扫过地面、墙面、飘窗，空荡荡的，啥都没有。整理箱摆得整整齐齐，窗户关得严严实实，连个老鼠影子都找不到。自己吓自己，他嘟囔了一句，转身要走。就在这时候，眼角余光扫到飘窗的玻璃，黑黢黢的玻璃上，那块黑印子的正中间有个针尖大的小红点闪了一下。大刘心里一紧，停下脚步，慢慢凑了过去。他把脸贴得离玻璃很近，几乎要碰到了，屏住呼吸，盯着那个位置。2秒之后，红点又亮了一下，亮一下灭一下，节奏特别稳，像心跳似的。不是窗外的反光，也不是手机的影子，它就在玻璃里面，嵌在那块黑印子的正中心，一下一下的闪，像有人在墙后面睁着一只红眼睛，隔着玻璃往外看。大刘浑身的血瞬间就凉了，从头顶凉到脚底板。他猛地想起902张大姐说的话，老太太说墙里有眼睛，所有人都以为她疯了，可她没疯，那眼睛是真的，就在飘窗的墙里藏了好几年，天天盯着屋里的人。他没敢伸手去摸，也没敢再看，倒退着走出主卧，砰的一声带上门，靠在墙上大口喘气，后背的汗把 T 恤都浸透了。窗外的风刮得窗户呜呜响，屋里静得可怕。可他总觉得那面墙后面有个东西正在听他的呼吸。那天晚上他没敢在家睡，锁上门去小区门口的宾馆凑合一宿。躺在宾馆的床上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子里全是那个小红点，以前所有不对劲的地方瞬间全串起来了。玻璃上的黑印是摄像头的红外灯长期烤出来的，夜里的滋滋声是设备通电的电流声，焦糊味是电子元件发热，烤着墙皮和塑料散出来的。老太太说有人盯着她，有人骂她，全是真的，不是被害妄想，是真有人藏在墙后面，日日夜夜地看着她。天刚亮，他就给搞装修的发小打了电话，让对方赶紧过来，带齐工具拆飘窗。发潮点多就到了，拎着电钻螺丝刀，一进门就问：咋了？好好的拆啥飘窗啊？大刘没多解释，只说你帮我把下面的收纳柜拆了，我怀疑墙里有东西。俩人拧开螺丝，把收纳柜的木板一块块拆下来。拆到后壁板的时候，发小咦了一声，这板不对呀，螺丝都有拧动的痕迹，之前肯定被人拆过。把最后一块木板拿下来，露出里面的墙体保温层。保温层有一道被划开的口子，用胶带粘着，撕开胶带，里面赫然躺着一节黑色的细线，末端是齐齐的剪口，还挺新。发小捏着那节线看了半天，脸色都变了。这是超5类屏蔽网线，海康威视的工程线，专门给监控设备用的，家用根本不会用这种线，贵还没必要。你的意思是？大刘嗓子发干，这墙里真装过监控，8、9不离10。发小皱着眉头，可不对啊，谁会在自己家装监控？
还藏在飘窗里对着床，防盗也没这么装的呀，除非他没说下去。可大刘懂，不是房主自己装的，是别人偷偷装的。有人偷偷潜入这间屋子，在飘窗里装了摄像头，对着卧室床的位置日夜不停地拍。老太太没疯，她是对的。大刘坐不住了，他当天就约了一家做反窃密检测的公司，是本地挺有名的，一家专门查偷拍窃听的，约好了下午上门，费用不便宜。大刘眼都没眨就付了定金。他必须搞清楚这墙里到底藏了什么东西，藏了多久，还有没有在运行。下午2点多，检测的师傅上门了，瘦高个儿拎着个银色的铝箱子，穿得很利落。话不多，进门先问清楚情况，从玄关开始，拿着频谱仪一点点扫，一路扫到主卧门口，仪器没反应。师傅刚要说话，往前走了2步，走到飘窗跟前的时候，频谱仪突然滴滴滴地响了起来，声音不大，但特别刺耳。有源设备。师傅眉头一皱，还通着电呢，只是没发射无线信号，应该是有线传输的。他又拿出红外热成像仪，对着飘窗墙面照，屏幕上保温层后面显出2个淡淡的发热点，一个大一点长方形，一个小一点圆圆的，温度比周围墙面高了半度左右，热量散得特别均匀。大的应该是存储或者供电模块，小的，师傅顿了顿，大概率是摄像头。镜头附近的电路板在发热，大刘站在旁边，手心全是汗。师傅又拿出光纤窥镜，细细的探头顺着保温层的缝隙伸进去，屏幕上慢慢显出画面。灰色的保温棉中间嵌着个火柴盒大小的黑色塑料盒，线缠得整整齐齐，用卡子固定在墙体龙骨上。黑盒子旁边5厘米的地方顶着一个灰白色的圆柱探头，大拇指粗细，镜头那端紧紧贴在玻璃内侧位置，刚好对着整个主卧的床。镜头周围的玻璃已经被长期烘烤得发乌发黑，就是那块指甲盖大的黑印，位置选得够毒的。师傅低声说了一句，角度刚好覆盖整张床，一点死角都没有，这绝对是懂行的人装的，掐着玻璃边，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。他把探头又往旁边挪了挪，忽然停住了。还有个东西，屏幕上黑盒子的另一侧还藏着个指甲盖大的圆形物件，薄薄的连着2根细线，也固定在龙骨上。这是微型扬声器。师傅的脸色更沉了，就是小喇叭，能出声。大刘脑子里嗡的一声，扬声器他不光能看，还能说话。老太太夜里听见的咒骂声，说话声不是幻觉，是这个喇叭发出来的。有人躲在墙后面，看着他的一举一动，到了半夜就开喇叭骂他，吓他，难怪他会疯，难怪他总说屋里有人。师傅把设备全检测完，跟大刘说，整套设备都是 PoE 供电的，一根网线既传数据又供电，接在你家安线上，只要房子不停电，它就能一直工作。现在数据传输断了，应该是网线被剪断了，但供电没断，所以设备还在待机发热。网线那头应该通到楼道弱电井走的公共线路，干这事的人对小区电路、楼体结构门儿清，大概率是物业内部的，或者以前干过物业工程的。普通人根本找不到弱电井，也接不了公共交换机。大刘点点头，掏出手机就拨了110。警察同志，我在裕华区祥瑞家园90，我在我家主卧墙里发现了针孔摄像头和窃听设备，怀疑被人长期偷拍监听，麻烦你们过来一趟。警察来得很快，辖区派出所的加刑警队、技术科的来了4、5个人。技术科的民警带着工具，小心翼翼地凿开飘窗墙面，把整套设备完整取了出来。一个针孔摄像头，一个微型扬声器，一个 PoE 供电存储模块，还有一捆藏在墙里的网线。民警一边取证一边说，这手法太专业了，布线、藏位置都卡着死角，不是新手干的，看样子装了至少2年以上了，玻璃都烤变色了。他们顺着网线查到楼道弱电井，果然网线接在公共交换机上，端口贴着个标签，写着90可备用。物业查了记录，这个端口是考恩特年前申请开通的，
申请人是当时的工程部员工，姓殷，叫殷浩，人早就离职了快2年了。物业经理说，当时因为挪用维修基金被业主举报了，开除了，还留了案底。举报他的业主是不是90口的王老太太？大刘突然开口，物业经理愣了一下，点点头，对，就是王阿姨，她最较真。查了好几个月的账，把材料递到街道办去了，殷浩才被开的。所有线索瞬间都对上了。报复，因为老太太举报了他，害他丢了工作，留了案底。他怀恨在心，就利用自己的专业和职务便利，偷偷在老太太家装了这套设备。他不光要偷拍她，还要折磨她。白天看着她的一举一动，到了后半夜就通过扬声器放声音骂她，恐吓她，说知道她举报了，要让她付出代价。他算准了一个70多的独居老太太，天天被这么吓，肯定精神崩溃。所有人都会以为他得了老年痴呆，没人会信他。他就躲在暗处看着他一天天疯癫，一天天憔悴，最后心梗发作，死在飘窗边上。甚至老太太死的时候，他可能就在屏幕那头看着，看着他倒下，看着他没了呼吸，然后趁家属还没赶来，偷偷潜进来剪断网线，拆走显眼的存储盒，补好墙漆，抹掉痕迹，全身而退。他以为这事儿永远不会有人发现，毕竟谁会去刨一面好好的墙呢？谁会盯着玻璃上一个小黑印子不放呢？抓人没费多大功夫，警方根据身份信息，在城郊一个出租屋里抓到了殷浩，这11岁，瘦瘦的，戴个眼镜，看着文质彬彬的，一点都不像能干出这种事的人。出租屋里搜出来10几块硬盘，还有个分屏显示器，上面同时显示着好几个住户家里的画面。除了90额，还有另外2户独居老人的家，都是他以前在物业的时候装的。除了偷拍设备，还有一堆变声软件恐怖音效素材。他就是用这些东西，通过墙里的扬声器，半夜吓唬那些老人。审讯的时候，殷浩一开始还嘴硬，说设备是以前物业装的安防设备，跟他没关系。等警察把硬盘里的素材、他的登录记录全摆出来，他才松了口。他承认的特别痛快，没有一点悔意。谁让他多管闲事儿？我不就挪了点维修基金吗？多大点事儿，他非要举报我，害我工作没了，老婆也跑了。我就是要让他尝尝什么叫生不如死。我天天看着他吃，看着他睡，看着他对着空气说话，看着他越来越疯。所有人都觉得他是神经病，没人信他。那种感觉太解气了。他死那天我看见了，捂着胸口倒下去，挣扎了半天。我本来能打120救他，可我偏不。他害我成这样，他死了活该。我以为他一死，这事儿就烂在墙里了，没想到你居然会刨墙。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，他抬眼盯着大刘，眼神阴恻恻的，看得大刘后背直发毛。案子定性了，非法侵入住宅，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，过失致人死亡，数罪并罚，最后判了9年。判决下来那天，大刘去了法院旁听。殷浩被法警带走的时候，还回头看了他一眼，嘴角带着点笑，特别瘆人。大刘站在法庭门口吹了半天冷风，才缓过劲儿来。他想起902张大姐说的，老太太死的时候倒在飘窗边上，手里攥着手机。那时候他一定想要求救，想打120，想告诉别人墙里真的有眼睛。可他没力气了，也没人信他。直到1年多以后，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因为玻璃上一个小黑印刨开了那面墙，才把他的委屈、他的恐惧从墙缝里翻了出来。案子了结之后，小敏问大刘，咱把房子卖了吧，添点钱换个小的也行，我总觉得这屋里不舒服。大刘想了好几天，最后摇了摇头，不卖。他说房子本身没毛病，脏的是人，现在人抓住了，设备也清干净了，这房子比那些看着光鲜，背地里不知道藏着什么龌龊的干净多了。他没说出口的是，首付全砸进去了，再卖一来一回税费中介费亏10几万，他实在亏不起。普通人的日子哪能说换就换？但他也没含糊，找了工人把主卧整面飘窗墙全砸了，红砖都露出来，重新做保温，布线、刷漆，所有暗线全换成明线，
明明白白铺在墙外，有问题一眼就能看见。飘窗直接封死，改成了整面墙的书柜，连玻璃都换了。新的装修工人都说没必要，太浪费钱了。大刘只笑笑没解释，他不想再让任何东西藏在墙后面。去年年底，小敏生了个闺女，陆金两白白胖胖的，特别爱笑。主卧改成了婴儿房，阳光好的时候，屋里亮堂堂的。小姑娘躺在婴儿床里，盯着书柜上的绘本，咿咿呀呀的，特别乖。大刘有时候半夜起来冲奶粉，站在婴儿房门口，看着暖黄小夜灯下的女儿，总会想起王老太太，同样的屋子，同样的位置。几年前，一个老人在无尽的恐惧里熬到了生命最后一刻。几年后，一个小婴儿在这里安安稳稳地睡着，对所有黑暗一无所知。他总觉得，老太太要是知道藏在墙里的恶魔被抓住了，她的冤屈被洗清了，应该也能安心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。常有人说，世上最可怕的是鬼，可我总觉得鬼有迹可循，他要么在传说里，要么在暗处。你躲着点也就算了，真正防不胜防的是人心底的恶意。就因为一次举报，就能处心积虑躲在墙里，日日夜夜折磨一个老人，看着他崩溃死亡，还能全身而退。这种藏在人皮底下的恶，比任何凶宅都吓人。也提醒大伙儿一句，不管租房还是买房，别光看价格便宜，住进去之前，对着床的插座、墙角、玻璃边都多瞅两眼。要是总觉得不对劲，总听见奇怪的声音，别不当回事儿，也别总觉得是家里老人糊涂了。有时候你以为的想多了，恰恰是身体在给你报警。咱们下回见。